来凝固凝固。慢慢的远离你的身体。这20年没辛苦了。大家好，我是韩国一仙姑。大家有最近看韩国的一个节目叫《天机试炼场》吗？韩国的节目名叫《运命战争》。看完觉得真的运命真的好像存在的感觉，太神奇了。就是我相信命运是已经注定好，但是呢，还是可以努力，然后可以让它加速发生，但没办法完全改变整个我的想法啦。平常我看算命也不太喜欢看什么很未来，比较喜欢看了解自己啊，然后现在的状态。确实韩国真的也蛮相信算命的。我从小开始，可能弘大那一条街有好多算命、占卜、八字，很多学生周末都会大家一起去看塔罗、爱情故事什么的。家里附近也有那种女巫，然后会有那种意识，对，我都会觉得很恐怖，我都不敢看。然后台湾也不说，因为星座啊、紫微斗数，台湾庙生活里很多，附近就很多。对，所以呢，今天来一个台湾版的天机试炼场，我当命运使者来分析看看台湾的算命准不准。但是其实这一些伙伴们比我还要期待。都在后面。现在呢，来到龙山寺的算命地下街，这边有来过3、4次，我觉得都蛮准的。这次呢，我想说可以看个不一样一点的，像手相还有面相这样子。在节目里面，专家是看脚卦，是吗？对，足下，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但我也很害羞，我是有洗脚啦。绕了一圈，看到有一位老师，我觉得有感觉了，就是这一位。我的伙伴说，他也是在翠上很有名的老师，黎元锦老师。今天我们将挑战台湾的3种盛行的算命文化，已邀请到正宗天机试炼场的参赛者派老师，将以下问题做切入。生辰八字，透过出生年月日时，转化为天干的支的4柱命盘，推算出生命中的那些天注定。而手相则是代表你的当下状态，掌纹会随心境与时间改变，反映你当下的事业、感情和健康。首先呢，老师说我八字很漂亮，能力也很好，工作虽然有压力，但不及我的才华。这个都是钱呢，都是财库呢。你看你现在虚岁30，刚好在这里。明年以后你开始走这边，机会更好。明年开始更好。你去年跟今年都不是特好了，去年。明年更好，明年31以后，你的各方面都掌控得很好，而且会更忙，你又跑来跑去啊。然后聊聊我适合的职业。其实你就做你会做的，你做什么都 OK。你看你这边太漂亮，其实你很多行业可以做。房地产可以，这都是房地产，这全部都是房地产。你知道房地产一定很赚钱。再来，我跟你。那如果我买，我很想要买，你赶快买，你整人生总最少有4间。买在哪里？哪里都有啊！你看这里出生地也有，远方也有啊。哇塞！对啊，你就好好赚钱。我跟你讲，你下一步的财运更漂亮。21、30有没有买？在台湾有没有买？我没有。可以先买，先买台湾。我跟你讲，如果你明年要结婚，你明年就可以买房了呀，在台湾买啊。再来给老师看看手相，老师说这里有一个3角形，代表金元宝，赚钱的意思啦。但是我的还没长完全，之后会连起来。我每天都要张开闭起来，张开闭起来，让它更明显一点。我还没有看到结婚的，要结婚就明年。你看不到我的结婚吗？今年不会结婚，我看你要结婚是明年。明年结婚吗？明年可以结婚，明年运看到了，明年可以结婚啊？为什么不行？这里你就看到31就可以这样。你老公是水，他妈妈是金，你婆婆很好，婆婆很温柔，你也很温柔，婆婆也。我从你八字看到是这样。我会生几个小孩呢？不，我看这里孩子一堆哦，你要生的话好几个哦，1个、2个、3个、4个，最少也有3个。3个？看你要生几个。好，谢谢老师。客气。谢
现在很多我身边的人用 AI 来算命，那不然你问问看，1997、5月生的人怎么样？天生聪明，反应快，极具外交手腕，处事圆融，不拘小节，好像怎么有点准啊？不喜欢被束缚，有冒险。可以这个啊，下一个超准的，来，请自行念出。做事情都是3分钟热度。我有听说老师是工程师，真的吗？对啊，我是工程师。所以你刚下班然后来就过来了对真的假的？哦，其实是兴趣。目前如果有帮客人看盘的话，其实这所有的收入我全部都是捐弱势的孩童跟宠物猫部分。你的专长是我的专长是紫微斗数，紫微斗数，对，然后还有扑克牌占卜。占卜的话，其实它本来的原理就是所谓的易经八卦的部分，然后我只是把它跟我们常见的扑克牌融合在一起，所以就会比较好理解。好酷哦！扑克牌我没有看过哎。相比八字看人生大方向，紫微斗数则是将命盘拆解成12宫位，用百颗星要精确推算性格、婚姻与财运的详细变化。如果八字是看你这辈子好不好过，紫微就是告诉你哪一年在哪件事会发生什么。说到感情，老师说我是一个工作优先的人。因为你大部分都把心力放在工作上，感情就会是一种，如果它影响到你的工作，你需要做取舍的时候，其实你会很快的就把这件事情给结掉。没错。因为工作对你来说 always 都是在如果爱情影响我的工作，我不要爱情。对象会是一个有自己生活的男生，事业有成，开公司，平常可以各忙各的。老师还看出了我喜欢直球对决的个性。有些人会犹豫，但他不会。对他来说就是好，我们交往，或者是不行，我们没办法继续了。直球对决。对，超直球，这可能比他在事业上的决策还要直接。我是那种喜欢直接说，对，觉得我怎么样？或者是那些默默喜欢你，然后再追你，你自己知道了，某天你会受不了，你会冲到他面前问他说，到底要不要在一起？对对对。就好像一直以来都是我先问。但老师说我的对象会是一个不太会讲话、木讷的人。没有，我不喜欢不讲话的，我讨厌。还说我在感情中是一个霸道的人。不会，我是小女生，我在就是男朋友面前都是小女生。什么时候会结婚？他不会太早啊。哦，可能变高龄产妇那种，对不起，很痛哎，可能不会到那么后面啦，但是对他来说，可能还要再好几年的事情。什么好几年？我想要现在就结婚。我本来想要28岁就结婚了，现在29岁了。可能比较会是30几岁的时候30几岁30前还30末，30后。我有小孩吗？会生小孩？会，而且这个小孩大概几个？我可以说2个以上啊，但是几个就看到时候的状况了。我想生至少2个。 IT가 낳은 절기 과학 사주 명리학자 화이입니다. 반갑습니다. 来自天机市炼厂派老师的创新流派，节气八字摆脱传统艰深术语，用理工逻辑结合大自然的24节气，搭配专属 App。它不是宿命论，而是教你顺应时机、发挥天赋的人生策略工具。 예전에 넥슨에 계셨다고. 맞아요. 在韩国真的是最大的游戏公司，我们玩的抱抱网、카트라이더. 카트라이더. 그곳에 계셨는데 지금은 이제 명리학으로 네. 핸드폰으로 보시는 거죠? 네. 派老师看的是4柱8字，这也是韩国最普遍的命理占卜。而且他结合了自己的专业，算命居然是用他自己开发的 app 命理加上工程师，真的要怎么样啦？小妹了。这一开始，老师就说从命盘看得出来我是个漂亮的人，因为我丁很多，适合美妆、时尚、艺术相关产业。甲代表知识方面的好奇心。 스타일은 학교 가서 공부하는 느낌이 아니라 바깥에 현장에 돌아다니면서 알아가는 느낌이다. 맞아요. 저 진짜 대학교 때 좀 공부 잘했어요. 물이라는 글자는 말하다의 뜻이에요. 설명과 설득의 장점을 가지고 있다. 老师还从命盘上精准讲述我最近获奖的事情哎。 이런 사주를 가진 사람이 과거로 갔다 한 700년 전으로 돌아갔어. 이제 임금님한테 뭔가를 하사받는다 하거든요.
뭐 여기서 뭐 예를 들면은 표창을 받거나 상 받거나 최근에 포브스 아시아에 선정되었거든요. 포브스에 진짜요? 제 인스타 보고 이렇게 말하신 거 아니죠? 아니에요, 절대 아니에요, 절대 아니에요. 여기에 근데 놀라지 마세요. 이제 처음 나온 거예요. 더 다른 상점 받아요? 더. 4에서 5년 정도의 운이 되게 굉장히 직위가 높다라고 돼 있더라고요. 이렇게. 그래도 되는 거예요? 저는 이미 지금 너무 잘 되고 있어가지고. 변화의 바람을 잘 탔고 이제 새로운 변화를 위해서 준비를 하고 있고 2027년부터 해서 2031년도까지가 물질적, 경제적 안정, 그다음에 정착이라는 것도 있어요. 또 뭘 정착하려는지. 그러면 사랑. 키 큰 남자, 큰 남자요? 잘생긴 사람, 외모 본다라고 하는 게 있어서 무슨 와이마우스예요? 저 외모 잘 안 보는데. 만약에 그분이 못생기고 막 그랬다, 이분이 엄청 꾸밀 거예요. 막 이렇게 다 스타일 다 해주고 데리고 멱살 잡고 다 벗어라. 완전 저 진짜 이래요.哎呀，被说中了！最后的最后，老师突然正视我的脸说：“2029会有喜讯。”催眠。对，但是是潜意识催眠，你在说什么你是知道的。我等一下要被催眠了。这是一场灵魂旅行，传说每个人的灵魂都对应着一间心灵房子，就是元成宫。房子里的米缸看财运，卧室看感情，灯火则反映健康。透过引导，你能亲眼看见自己当下的灵魂状态，甚至能借由清理房子来改善运势。你要放轻松，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元成功，元成功在我们的心里，你只是把它叫出来而已，有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对不对？譬如说潜能催眠说，脑海里面出现一栋房子，不管它长得多奇怪，好，我都要跟你讲。对，都跟我讲它长什么样子。有的人进去他会看到什么？可能看到蘑菇啊、童话故事屋啊，也有看到说古代三合院也有。好啊，有的呢身体湿气很重，他可能就觉得，他怎么进房子好像很潮湿，都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看不到东西。看不到东西基本上是抗拒，所以你才会看不到。因为很多人那个来讲是心灵的家，你回自己的家有很困难吗？有的就是有创伤或是干嘛，他就会比较看不到，或是我有些秘密我不想给你知道，不想让你知道。对，好，那你要知道我们元成功是来调整什么运势，这个可以调整运势，对，可以帮你开运调运势。老师接着说明元真宫的6大景点，大厅是流年运势，神明厅是看主神，不过主神跟信仰无关，比较像是自己的课题。厨房是你的财库，花园是健康，书房是事业，感情是卧室。它会引导你，帮你调整开运，则是像在拓平宽。我没有听过这个，所以老师说我没有什么想要调的。没关系，就看看，可以知道一下，对，都看看，想要体验啦，体验。对，我很乐意你来我的房间看我的房子。来吧，老师，来吧。这是我的眼睛。是的。哇，我第一次催眠呢。我一直都很想要体验，这真的是不是真的？来，我来体验。我们一起跟你一起探索你的房间。看到什么我都会跟你讲的。哆啦 A 梦知道吧？韩国。OK， 好，那现在真姑，我们现在放轻松，慢慢的深呼吸。随着你的呼吸，你会感觉所有的想法和情绪，慢慢的远离你的身体。我说到哪里，你做到哪里；我说到哪里，你想到哪里。我们要去看元成宫，是个非常轻松的旅程。哇，好舒服，好想睡。没有。接着，老师带着我开始前往元真宫的旅程。先是穿过哆啦 A 梦的门，再出现第2道属于我的门。过程有点像在想象自己创造这些空间，走上10阶的楼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大自然。看到了我的元真宫，前方有一栋房子，感受一下你的房子长什么样子的。木头的。好，我们现在请管家出来，好，感受一下他是男生还是女生？男生，外国人，直觉他几岁？30多岁。好，接着我们依序看了大厅、神明厅、书房。
我看到的房间都不大，窗户几乎都没开，也没有开灯。那再感受一下你的大厅还有其他什么摆设？行李、桌子、植物、盆栽，好，地毯，什么？狗。来问一下管家，这只狗是哪里来的？你养的。好。来，请管家把狗狗放到花园去，给狗狗在花园玩，不要让它进房子。老师带着我把灯打开，把窗户变得更多，让空间更明亮。在神明厅的时候，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看一下神桌上的主神是谁？有翅膀的天使。好，你知道他的名字吗？感受一下他跟你说什么。玛利亚。好，现在我从10数到1，当我数到1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下眼罩了。3、2、1，来，眼罩可以拿下来了。不过你的运气没有到很开哦。而且你要做什么，你好像没个方向，是不是？好像没有主要想做什么的感觉。你现在做这个好像只是加减的，你知道吗？临时的，你好像。我爱我的工作哎。我很喜欢你。很喜欢，可是里面看不出来。感觉你的事业运势也不是到很开哦。因为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灯很容易是不开的？关的。对，都是关的。那你关的，你运势还没有整个打开哦。而且你看的都不是很清楚。老师还补充了我的沟通能力要加强，对家没有归属感，好像随时要出门，这个也需要调整。还说房子里猫猫狗狗是卡到。不过讲到主神玛利亚，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平常也没有什么信仰，当下老师问，我就冒出这个名字了，超神奇的。很可爱，玛利亚。那玛利亚，我问一下，你是不是很喜欢管事情？管事情，对，管事情就是家里什么事你都要插一脚，都要管。好哦，因为主神也代表了我们的某些个性。玛利亚就是家庭之神，什么事我都要管一下，很忙的一个女神，有没有？朋友我也要管一下，有没有？最后，因为过程中有一些调整嘛，老师说回家可以感受一下运气变开的感觉，就等我感受看看喽。看到这边呢，大家应该对巫堂非常好奇。那大家看的《黑暗荣耀》或者是电影的破幕里面的仪式啊，这一些就是我们韩国最传统、最古老的原生宗教萨满教。那我们称呼这种拥有神力的老师叫做巫堂。那巫堂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故事，然后一定要当巫堂的一个命，没有去当的话，他们可能会有神病，会经历一些你查不出来的一些病，所以这时候必须要接受降神剂레림굿才能痊愈，才能变成神职人员。然后看一些电影的话，确实韩国的巫堂都穿很五彩缤纷，他们的神堂也是非常五彩缤纷，拿扇子还有铃铛，这是韩国巫堂的特色。那什么时候会去呢？韩国人有什么比较重大的决定前就会去算命，像是搬家、结婚、改名、创业等等，可以把巫师想成神与人类灵魂之间的媒介、翻译人员。听说他们就会看到很多画面，还有一些感受，他就会透过自己的感官跟自己的解答去跟人类讲神到底跟他讲了什么。然后大家看节目的话，巫堂口中的奶奶通常是指大神奶奶。那这一位大神奶奶呢，会是自己的祖先神。如果家中有一位女性长辈啊，她积德行善，本身就有很强的灵性，然后她去世之后呢，有努力的修道，她就会下来跟巫堂一起合作。所以呢，奶奶出技术，巫堂出肉体。他们就有共同目标，是说帮大家解决困难、消灾。那这样奶奶就会变更多功德，她就会在灵界的地位越来越高。哦，太难了，太难了。
好，这样子我算命完了很多属于台湾文化的特色算命，真的是每个算命都有不一样的切入点，还有强项的感觉。所以其实不管在韩国或者是台湾，有时候算命不只是一个迷信，我们都是第一次活这个人生嘛，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现在走的路是对的，或者是找到一些希望，那算完之后就会有一种充电，或者是有被肯定的感觉，或者是被整理过的感觉。像我的话是比较像更了解到自己的感觉啊，对对对，我有这样，我有这样，有一种在 review 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不算是练场比较像是算命师说我明年要买房子，所以呢更有动力的感觉。希望可以，希望可以，反正就是有好的记住，然后不好的注意，这样就对了。那谁的比较准？像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强点的感觉，所以呢，感觉还是要摸索一下适合自己的老师是谁。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相信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灵魂都会跟你说答案，只是你不想听。所以呢，我就祝福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感。今天的这个命运金使者在台湾的算命体验就到这边啦。如果有什么更特别的台湾文化的这个算命，可以告诉我，我好想去体验看看。如果你也有什么特别的问世占卜算命的体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探索更多有趣的台湾文化喽。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希望你们喜欢。如果喜欢的话，订阅、按赞、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